另一方面，美欧之间也存在着诸多无法弥合的问题。在此次北约外长会上，自称是来倾听和协商的布林肯却表示，自己将在与德国外长马斯的首次面谈中警告他，美国可能就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制裁德国。布林肯给出的理由是，北溪2与欧盟自身的能源安全目标相矛盾，可能会损害乌克兰、波兰和其他盟友的利益。他此前曾威胁制裁参与北溪2项目的投资与建设公司。目前已有近20家企业退出，其中多数为保险商。奥地利 OMV 公司 CEO 莱纳斯勒周日在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北溪2对欧洲天然气市场供应安全至关重要，欧洲有责任自行决定项目存废。他强调，欧洲与美国是多年盟友，但盟友间不应相互威胁。长达1230公里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已经完成90%的管道铺设，该工程每年可以向德国输送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在项目支持者看来，美国的阻挠只是为了方便向欧洲出售自家的天然气。德新社认为，美方选择在这一时机再提这一要求，格外具有爆炸性。伊朗、阿富汗也是美欧争论的焦点，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制裁伊朗深感不满，认为这导致他们的企业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军从阿富汗撤退是否会导致塔利班重返暴力，试图使用武力掌权，都让欧洲国家忧心忡忡。此外，新冠疫苗也是美欧之间的潜在矛盾点。针对新冠疫苗的分发，拜登政府此前强调，当美国国内实现一定程度的群体免疫后，才会启动对外援助。而欧盟方面也在考虑阻止疫苗出口。据悉，欧盟委员会将发布一项疫苗出口新规，一旦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疫苗生产国阻止疫苗向欧盟出口，欧盟也可以禁止疫苗出口至这些国家。观察认为，美国意图重挑集团对抗，再拉小圈子，但却坚持强加自身利益于欧洲各国之上。北约盟友是否能实现协调一致，前路未知。 The absence of military commitments in the region, of course, creates a slightly different set of priorities. For my own country, for Germany,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probably even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for the United States.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布林肯出访布鲁塞尔，在北约外长会上再度拿中俄说事儿，而本周拜登也受邀参加欧盟视频峰会。那您是如何来看美欧关系再度升温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美2+2会晤之后到访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本周拜登呢将受邀参加欧盟的视频峰会。我们在联系到之前七国集团首脑视频会议，可以看到，在1个月时间里面，美欧关系迅速升温，甚至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蜜月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冷淡的美欧关系得到迅速的修复，其速度呢也确实超出了外界的预期。我想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首先就是特朗普任内极大地破坏了美欧关系。不仅特朗普与欧洲大国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都比较冷淡，而且呢，特朗普挑战了大西洋共同体的基础。比如说北约，特朗普一上台呢，就认为北约已经过时。在任内特朗普最关注的是北约成员国军费支出的问题。而且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特朗普下令美军要从德国撤军，这一系列的动作让北约的合法性和集体行动的能力都受到了质疑。另外呢，特朗普代表了一种极右翼的政治思潮，与欧洲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呢有非常大的偏差。而拜登上台之后下令停止从德国撤军，充分肯定了北约成员国做出的贡献，重申北约第5条集体自卫的承诺。此外，拜登上台之后呢，大力推动人权外交，大张旗鼓地鼓吹欧美的共同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呢，寻找和重塑大西洋两岸的最大公约数。第二点呢，就是拜登上台之后大力调整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唯独对华政策呢，几乎是全盘继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欧盟最近1-2年，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对华的态度和政策都在调整之中。拜登上台之后，将中国威胁作为修复同盟关系的纽带，无论是在印太地区还是在大西洋两岸都是如此。与美国一样，欧盟在2019年出台了一份文件，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的竞争者。所以在对华政策方面，欧美是趋同而且是共振的。
第三就是拜登为了达到修复同盟关系的目的呢，一方面是寻求共同的威胁，比如说中国、俄罗斯，尤其是对俄关系，拜登将俄罗斯视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不断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呢，拜登对于美欧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采取了回避或者是暧昧的态度。我们关注到，在最近2个月内，拜登政府几乎没有谈到美欧存在的一系列长期而重大的分歧，也就是回避了美欧之间影响团结的因素。第四就是欧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也在探求战略的转型，就像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推动的，欧盟要成为一支独立的地缘战略力量。但是受到美国的压制，现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拜登上台之后，获得了尽情表演的机会，将中国威胁作为推动北约转型的动力。目前呢，美欧协同对华打所谓人权牌、价值观牌，正围绕涉疆问题展开激烈博弈。法德两国都召见了驻华大使，提所谓交涉。今天华春莹再批欧洲方面搞双标，您对此有何评论？美欧关系修复的速度的确是非常快，但是不能够忽视美欧关系的限度。当前我们看到，欧盟和除新西兰之外的5眼联盟协调一致，共同对中国采取了制裁，似乎形成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挤压的态势。但是呢，这只是中美欧三方关系的一个侧面。拜登上台之后，能够在个人层面迅速的修复美欧关系，这是超跌之后的修复，也是短期的现象。美欧关系止跌反弹的限度呢，取决于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以及中美欧三角关系的构建与互动。第一就是毫不否认，现在美欧在人权外交的问题上形成了统一的战线，炒作新疆事务，这也是对特朗普政府时期人权外交被搁置的修复或者是弥补。在欧盟甚至出现了一种声音说，不会因为经济利益而放弃价值观。第二呢，就是美欧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和矛盾，只是因为拜登政府的回避态度而暂时被掩盖。但是这次布林肯访问布鲁塞尔的时候，其实已经露出了端倪，一个就是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问题。德俄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呢，已经完成了超过90%。特朗普政府的时候就反对北溪2号，并且威胁要制裁德国相关的企业。北溪2号绕开了东欧国家，布林肯认为这一管道给乌克兰、波兰等国造成了损害。其实呢，就是要把德国编织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网络之中。第二就是拜登上台之后，欧盟尤其是欧洲大国对于美欧关系的认知以及欧盟自身的定位会不会发生变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呢，欧盟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不能够再单纯的依赖美国，而是要推动欧盟成为独立的地缘战略力量。对于这一点呢，欧洲人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第四就是布林肯此次外长会议没有谈及，但是依然是欧美关系焦点的，那就是防务经费分摊的问题。虽然北约秘书长鼓吹说中国与北约很近，但是北约呢，终归是大西洋以及欧洲地区的军事集团。当面临利益的时候，各个成员国选择还是理性的。我们没有必要夸大拜登上台以后美欧关系的快速升温，也没有必要高估和夸大欧盟与5眼联盟对中国采取的所谓的制裁措施，以运筹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的视野和耐心去推进和发展中欧中美关系，保持中国外交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好的，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